但是美中关系也是一样哦，一直说双方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够见面，但是目前为止，至少在 G20 这件事情上已经破局了。习近平现在传出来应该不会出席 G20 的高峰会了，确定了。确定了，已经宣布了，不出席宣布了，所以拜登就对于媒体提问，他的回应是：我会感到很失望了哦，因为拜登政府一直寻求跟亚洲的关系啊，7号、10号到印度出席这个会议啊，要访问越南啊，那现在既然是由李强中国国务院总理来代表出席的话，两个人就见不到面了。他说：我感到失望。但是我还是会去见他，那怎么见？什么时候见？当然就是接下来的问题喽。那拜登在马上就要访问河内越南啊。路透社的报道是告诉大家说，美越的关系升级之后会激怒北京吗？拜登要访问的是越南的首都河内，那么借此要把跟昔日宿敌越南的外交关系提升到最高层级。那越南还在讨论哦，那中国高官访问河内时间点会不会是拜登抵达之后，甚至在拜登抵达前不久吗？那么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员黎宏协分析哦，跟华府的关系升级会激怒北京的风险很高，所以未来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跟中越的关系可能会恶化吗？当然持续观察。而现在正在召开东协峰会，也一样包括了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都不参加，而是由李强、贺锦丽来代表。那从以往的惯例来看美中两国领袖都没有亲自参与，今年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呢，今年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代表说，东协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实质影响力，让与会的国家还要逼着在美中当中选边站。那连两个领袖都不去的话，大家也就觉得没有什么重大的结论可以产生了吗？那么当然，雷蒙多美国的商务部长才刚刚访问了中国大陆。雷蒙多现在提出来的事情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很多不明原因的巨额罚款啦、突击搜查啦、反间谍法啦，都在消磨这些企业的耐心，所以需要预测长时间有公平竞争的环境，才能够让中美双方拥有稳定发展的商业关系。他说无论如何，大陆行很有进展。但是呢，还需要观察之后有没有信任可言，而且他还说没有要跟中国大陆脱钩这个供应链的概念，还是会卖晶片给中国。我们试图抑制他们的军事能力而已，所以在他的任内是不会卖最尖端的高阶的晶片给中国。那么他们就是想用于军事能力的晶片，所以低阶的可以卖一卖这个概念了所以选择性的对于工业来加以限制，这是美国公开表达的立场。那么其中华为呢，当然选择是在雷蒙多访中期间突然宣布新的机型发表，引起很多的关注，说是不是冲着雷蒙多来的呢？但目前为止，光是预告预售这件事情就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数字的讨论，其中虽然很流行是1566这个数字，是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禁止的这个数字，是1566天之后，华为又发布了新机，而这个新机所代表的科技的进程变化是如何，大家众所瞩目跟期待。但是呢，现在据说已经被预购超过1亿只之多了那个数字1亿台了是不是在销售跟实质的科技成长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 Mate 系列卖到现在总共卖了1亿只。对那预购那个 Mate 60。他那个只有排队人潮，排行榜第一，但还没有到破亿了目前他是说，因为他去年卖了3000万只，那他今年预期可以卖4000万只。是，那里面 Mate 60 Pro 是600万只。谢谢亮哥更正，好，明白。所所以这个上兆的这个数字是整个上亿的数字，是这个系列全部加起来。是 Mate 系列，那最新公布的这个是60 Pro 引起这个雷蒙多到中国期间。排队人潮，大家抢购预购的是这个实体的通路开卖那么来分析一下苹果跟华为的比较。苹果跟华为曾经被形容是死亡交叉点，是在2019年的到这个期间有一个这个数字，华为跟苹果似乎马上就要接近，要甚至可能领先的这样趋势了吗？但是2020年开始有一些限制措施之后，遭到制裁之后，华为的销售开始大跌，跌到了谷底。那苹果市值现在是2.9兆美金。苹果王国当然是全球第7大的经济体，在相关的 INF 排名里头还高于法国哟。所以如果没有制裁的话，当然会更横扫全球。所以华为手机公布说，他强调华为 Mate 系列发了1亿台啦系列的
目前最受欢迎上线之后的 Mate 60的 Pro 实体，也有很长的这个排队人潮，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那真的看到手机有没有这么强，就有待到时候来观察咯。那么甚至华为的卫星手机，美方是不是真的盯上了呢？华邮还有个报道说，可能会逼美国再度出手。如果在这个自制晶片上的能力的确超乎一些想象，甚至跟卫星可以如何的联动的话，环球时报的社评赶快就给他回应了。他说，不管华为宣布预售的时机有什么意图，很多大陆网民都认为这个深层的意涵就是在美国压力之下，还是可以崛起的，而且是向美方展示贸易战失败了吗？所以美方再出手会有更进一步的制裁或围堵的状态，还是有其他的做法？但是面对于拜登又说希望跟中国谈，想要跟习近平沟通，亮哥怎么看这两边领袖的发展？我觉得拜登见习近平一定要王毅先去一趟美国啦，他跟苏立文一定要见一个面嘛，然后再酝酿双方要谈什么。那可以有哪一些具体的清单的交集啊，对不对？你总要有具体成果吧？是。那你拜登这种纯想见面聊天的，那谁要理你啊？哦，就是你要正式一点。所以大家本来预期就是11月的 APEC， 并不是9月的 G20 啊 ，G20 来不及啦。现在 Raimondo 才刚离开，王毅也还没去美国啊，你怎么可能有比较具体的交集？我认为习近平把两人的会面看得比较严肃啦。就是说，就是真的要有具体进展才有意义啦。所以你看他今年出席的多边的会议，你去注意一下嘛。他出席了上合会议，对不对？然后中国跟中亚的那个会议，不是把那个西安又弄成长安那一次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金砖会议，然后接下来就是10月的一带一路峰会，这个习近平一定本人去。所以我觉得他也觉得，如果去，大概就是要产生重大意义了，那才需要最高领导人去拍板嘛。所以跟拜登，我想他应该也会是这样思考了，就是说我如果要见你拜登，那大概就是要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议了，才有意义嘛。哦，那这次 G20 摆明了就不会有这种东西嘛。G20 现在已经是乱糟糟了啦，因为拉夫罗夫也要去，那到时候 G7 又跟拉夫罗夫吵成一团。因为俄乌战争现在正在打，越打越热，对不对啊？然后你这个对于那个第三世界债务的问题，有人要列啊，有人反对啊，就基本上现在你看到这一个 G20 没有共识，而且到目前为止所听到的是搞不好没有联合声明，所以你去想一想，这种场习近平干嘛自己去？他就想说李强去就好了哦，所以我是觉得他开始经过深思熟虑了，绝对不是，而且这个新闻已经传一阵子了。是今天才定案，就确定是要派李强去这样了啊。那华为事实上是就是以前没有办法取得先进的晶片嘛，所以他就那个销售就瞬间从2亿多只这样掉下来啊，掉到3000万了。你看那个伤害有多大？没错。那为什么这个新闻会引起重视？就是它高阶晶片中国可以自己做出来，那这个当然是很大的新闻啊。那当然，美国现在会有2种意见啦，一种就是要不要中芯国际也要把它锁死一点这样啊。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 DUV 14奈米你还要锁，那等于是要把人家全锁死，是不是？那有一些人也觉得需要这样干吗？那是不是要反省美国啊？美国你整个中国市场都不要对美国有利吗？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现在内部大概已经产生了这2种意见的辩论了。这些企业家光是要卖到大陆被阻断，影响了生机啊，当然也会去抗议哦。教授怎么看呢？我觉得第一个，拜登去参加这个在印度的峰会啊，然后跳过这个东协的会议，可是你的副总统是印度裔啊。你为什么不让贺锦丽去印度？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哦，好像有点道理。哎，对不对？你副总统是贺锦丽，他反而让他去中美洲去越南。对，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资产哦，你不去让他去风光一下，对啊，这个我们说衣锦还乡嘛，哦，你至少让他应该去风光一下。而且他不是这个说是第2代印度裔什么的，他是小的时候还常常回印度，他的外公是印度的外交官，就是他是在印度有很多 connection 的。结果你拜登老的跑去这么远哦，那为什么不让贺锦丽去？
然后你去这个东协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那你到了东协也难怪刚才印尼这边的外长讲的，就是印尼在平衡。我今天还在看了一个新的一个资料，就是大部分的东协国家目前对美国的好感度是高过中国，唯有印尼是相反的印尼在过去2年对美国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他对中国的这个好感度是高过美国，第二个美国的这个好感度是降很多的。所以就表示说，你美国应该去经营一下。虽然印尼算是美国蛮重要的一个伙伴嘛，那同样的你今天到越南也是要去经营一个从伙伴关系要可能更提升一些。可是毕竟这些国家跟中国还是比较近，他们会有一些必须要考量的很多的问题，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今天美国在外交的时候做这。我觉得不够出，你自己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你可以利用你很多的这些不同族群的背景的人，再回到这个地方帮你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就没有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在这个安排这个 G20 的。那当然，本来在 ASEAN 的峰会就是李强参加的那会不会拜登觉得说我要是去，他是对手是2号？我去我是1号，我不能去降级去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你要不然就干脆不去。可是他好像又有一个特别目的，就是要去一下越南，去弄一下。那可是你如果只去越南也不可能在这个他也不过夜。对，但是跟我们总统去访问海地差不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不然就都不去，我觉得你何必？你就专心准备你的这个 APEC 好了嘛，在美国举行，你先把旧金山清干净吧，好好办一个 APEC 然后邀请习近平大家见个面，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一点。你今天就让这些东协国家很轻松，这个G20很轻松，因为2个大头都没有来，大家都不需要去特别去表态，也不需要说那安排这个什么我们叫会外会跟今天你跟了美国的见，没有跟中国的见，我觉得这个大家好轻松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2个这个大头没有来，大家多开心啊！原来如此，其实是开心的，反正也没有什么会结论出现的1566天，现在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来讲意义很重大美国加以拦阻、围堵各种的晶片限制，让它的销售量几乎快要倒闭的一家公司，现在推出了新的产品，而且是用自己研发的晶片。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对了，拜登最起码在 APEC 之前把旧金山零元购解决掉，零元购不解决掉，世界各国领袖在那边看那多丢脸啊！对，我觉得这个拜登自己要去想一想。那至于华为这1566天，看起来算是好像突破困境，其实我认为才刚起步，因为这毕竟也只是一只手机，它的制程也不是最先进的。讲实在话，那个就是代表说，至少你在这种不是最先进的制程这边你是堵不死我，但是最先进的这个部分他们还有待努力。可是我觉得雷蒙多讲了一个外行话，他说他为了要限制中国大陆的军武发展，所以呢最高阶的晶片不卖，其他都可以卖。你知不知道军武根本不用最高阶晶片？对，因为很简单嘛，军武武器要求的是稳定，出错量低，所以通常都不会拿最先进，都是找最稳定的那个东西。对。所以这怎么那你这样讲那刚好，那你就继续卖那种中阶的晶片，他继续做武器，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雷蒙多真的搞不太清楚状况。然后他说他一直拿这个做一个理由，就说中国大陆的限制太多对美企不友善，巴拉巴拉的。我一直很纳闷，在雷蒙多没有去之前，美国的态度不是希望他们的企业都不要去中国投资吗？那怎么现在又跑去那边抱怨说你们的环境不好，让我没办法投资？那你们到底是想他们去投资，还不想他们去投资？我实在搞不太懂你们的意见到底是什么。那可是呢，我认为华为这次突破之后，美国会不会加大力度？我觉得会。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加大力度大概有限，因为美国现在几乎所有能用的东西大概都用上去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它还能够加大到什么样的力度？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加大的话，到最后就是直接断绝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任何有关半导体的往来。但这个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美国正在逼中国大陆产生它的半导体一条龙产业。那再这样逼个5年10年，中国大陆真的独立成为半导体一条龙产业的时候，那时候谁也抓不住它。
可能就真的无敌了吗？那看看在日本核废水的部分呢，现在在国际上的讨论还没有真的平息。其中这个核废水仍然受到了中国强力的反制，中国仍然全面禁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那么日本呢是表达有意要去 WTO 申诉啊，那同时也跟世卫通知表示这个紧急措施旨在有效保护公众生命跟健康，彻底的限制风险啊。那显示中国还是没有立即的意思，想要解除这样的禁令。被禁止之后呢，岸田文雄当然提了一个200亿日元，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啊，让这个渔产业者那转到其他地方去销售，一样是补贴政策，来让水产品不至于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呢，这个美国当初跟韩国找来一起在大卫营一起合作之后，见了面之后，就立刻宣布了核废水可以排入海里。美国真的支持吗？那么以日本农林水产最新公布的数字就显示了，其实连美国都已经减少了对于日本的采购水产品这个数字呢，在进口日本的农品水产品减少了7.9%，也还在下降当中。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明显减少之后，上半年减少的是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比较一下马来西亚、埃及跟泰国。所以岸田对于美国减少采购这件事情，那也没有办法回应什么，甚至去争取什么那但是日本排核污水呢，的确伤了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包括了相关的什么日本料理店更不用说了。大陆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从召见日本驻北京大使之后呢，提出了严正交涉。那么在大陆的驻日本大使也说，向日本外务部提出严正抗议，相关的这种品牌或者是异国料理等等的餐饮业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大多数的日料餐厅都迅速做去日本化的反应，包括水产品这些都公告我们没有用来自日本的水产，那么来表达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呢，韩国呢，首尔是积极斡旋北京、东京，要在2023年达成中日韩的峰会。那双方会有可能有新的机会吗？这3个国家与中国有可能对这件事情议题来松口吗？那么日本目前已经失去了40%的外销市场，中国想要转到欧洲，当然有难度。各种的分析来讲，加工厂逐年增加569间，但是欧洲规格的相关限制，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最高的，现在只有110间，立刻要对于这个 ESG 相关永续比较严格限制的欧洲来进行出口的话，一定是有一些时间上没有办法马上跟上去的可能性所以呢，欧美冷眼看日本排核污水，那么大陆的禁止呢，这个议题显然是美中对抗、地缘政治竞争下的因素干扰。对于日本恐怕要先自救，因为呢，例如韩国好了，本来中国跟日韩的关系都可能有点紧张跟维系的过程当中，现在中国观光客不去日本去哪里？往韩国去，被韩国拦糊了吗？南韩拼经济，免大陆客的签证手续费，供出口商低利贷款所以所有的爆买潮被形容都转向了韩国吗？那么还启动了相关的这个爆买潮一些新政策那让观光客可以到这里来。但是呢，南韩也部署了所谓萨德飞弹系统那么从2017年祭出限韩令到现在，本来是对韩国也有很多情绪上面的意识形态上的抵制，现在反而相对获利，做了很多奖励旅游措施往韩国去了吗？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最多中国团体到韩国去旅游的阶段。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韩国最大在野党的党魁李在明还在绝食抗议，他是第4天了，不过他喊出来是无限期，不知道要喊多久，还要继续排放30年，不知道要绝食几天。但尹锡悦呢，那个迁移抗日名将铜像，文在寅也痛骂，现在国内的民调的确非常受到挑战，而核污水的处理显然在中国这个议题上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处理。亮哥，这个日本水产品应该首先去要求美国扩大市场因为美国挺得最用力嘛。欧洲不一定比如说，因为德国现在的环境部长是绿党，他就公开反对，所以你欧洲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让日本的水产进来，恐怕不是各国决定恐怕要欧盟决定那德国那种立场，你欧盟能做决议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天真了啦而且本来它出口到欧洲就非常少，第1名是中国吧，第2名香港，第3名是美国第4名是我们所以日本还是多卖一点给台湾好了啦打折一点
因为我知道它的北海道的扇贝现在全被挡，那北海道的扇贝占它的出口到中国的水产品占1半，因为它都是高档货了啊。中国大陆进口日本的海产大部分都是高档货了，所以它的量不多，可是价格贵啊。那它也卖了很多给美国啊，美国是第3嘛。那你美国怎么可以给人家偷偷减呢？7.9%呢？他今年上半年就给他偷偷减了嘛，哦，所以我讲白了啦，美国买最多就是加州啊，因为加州亚裔多嘛，你想也知道嘛，是对不对？华人的饮食习惯是啊，那你认为美国加州真的可以接受吗？我跟你讲，你只是还没飘到他那边啊。美国加州的环保运动比台湾强太多了，强太多了。事实上，现在的韩国的环保团体也反对嘛，那他们已经在展开国际串联了。因为我昨天就收到了一封那个韩国环保团体寄出来的接力绝食抗议，真国际重要人士英文的哦，他已经开始丢啊，不是啦，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开玩笑，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开始号召全世界的环保团体，大家接力绝食。是。这个一定有影响的啦，因为你也知道韩裔很多人都住在加州啊，对不对？加拿大一大堆，还有澳大利亚，对不对？所以韩国人啊，我跟你讲，我认为最可能的破口就是韩国啦。哦，因为尹锡悦他本来就赢的不多，是他事实上只赢李在明赢了0.8% 总统大选，是。那李在明自己就跳下来绝食了，而李在明都直接痛骂尹锡悦说他是日本走狗，骂到这种程度。然后那个文在寅也跳下来了，所以现在是韩国整个在野党，我认为会酝酿在国会一定会提一个决议啦，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300席，尹锡悦只有115席啊，所以我认为韩国国会一定会做一个决议啦，比如说要求派人去日本现场查验，我认为这个决议一定会做，那就看你尹锡悦去跟日本说啊，那你去想一想。如果日本被迫让韩国去验，那中国跟俄罗斯、其他国家呢都要跟进啊。是，所以我认为破口会是韩国了。你看尹锡悦能够撑多久吧？即使尹锡悦抓着福岛的鱼说这个很新鲜很好，不是，他是吃韩国的鱼啦，不是福岛啊。有啦，他有特别抓了福岛的鱼来宣传。他连续吃4天了，那大概只有1天。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日本核废水排入大海的消息，在中国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应，直接限制了所有水产品。那看起来好像很挺他的美国，结果购买量也是在下降啊，真的挺吗？美国的态度，教授怎么看？哦，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啊，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制裁或抗议。那个像韩国跟日本，马上就是韩国跟大陆啊，就是宣布啊，讲话讲了很多。我觉得你们也不必啊，干脆就自己偷偷减量就好了，就学美国就好了。美国你看他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啊，要求大家不能跟俄罗斯买油，就他自己照样买油啊。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啊，就是他很多做的事情跟他那个双重标准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说，我们不要好像跟着美国在喊，好像觉得说，譬如说在台湾哦，觉得说跟美国是站队是好的哦，他是支持民主的。结果我们现在这次像蔡总统马上要去斯瓦蒂尼访问，又打出民主，结果你去一个是非洲最不民主的国家，我觉得你喊民主有一点点问题哦，所以真的不能跟着美国走，因为美国这个双标的说一套做一套。那我认为我们政府也是一样的啦哦。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美国对日本，你看他过去也没有手软过。我就举一个例子，当时是川普提升那个钢铝关税的时候，日本是巴蒂照样10%，哦，一样弄你啊，所以他没有说，今天你跟我很好，所以我不觉得我们跟台湾跟美国站队一起一定会有好处。每次碰到这个问题，美国就会提出什么？他说我们很重视两边的关系，但我们更重视基本原则，叫自由贸易。哇，讲了很多，结果他真正你看到最后加关税的时候，他又觉得这是因为你们有些不公平的情况，那不公平的情况由他来定义哦。你美国自己对美国自己补贴农业补贴多少，
就那个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从这一次，包括美国自己在减少日本的余量，然后对外表态支持，我们应该好好看清楚美国的这样的。可日本政府也没有敢去要求说多买一点。日本大概就觉得说，你只要减不要讲就好。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力挺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日本的为难之处，因为他总希望美国不要公开反对嘛那可是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我觉得我们小国面对美国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去争取你自己最大的利益。那至少要让美国不要去在这个公开讲你违反什么原则，包括在台湾，我们可能对美国的贸易也是，你看，美国硬是要逼我们打开，那我们政府也很奇怪，我们政府我觉得我们80年代做的就很好，美国要求我们开放火鸡，我们后来被迫开放了，可是大家不吃嘛，不吃最后美国人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也维持了我们的这个自由开放的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个原则，然后我们进 WTO 什么都没有问题，所以应该是我们政府就说可以说鼓励大家不一定要吃，就是讲明你不一定要吃，我们只是开放，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去真正就是要大家来食用，并不鼓励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原则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对日本的渔产不制裁，但政府应该鼓励一下大家吃本国渔产就好了，你什么话都不要讲，吃台湾的就可以了。两个都没有。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日本核污水的议题在中国反应当然最激烈，但是在日本国内也是一样，抗议非常激烈。在国际间的反应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差异不同，但其实大家都担心每个人都担心健康的问题。当然都会担心嘛，因为这个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敢确定嘛。所以正常，我跟你讲，就算你开放进来了，我觉得很多消费者还是至少先缓一缓，大家先观察一阵子再说，干嘛急着去吃？不吃那又不会怎么样。那只是说。我觉得我们政府的反应已经够窝囊了，然后我们的驻日代表还在那边叫大家患难见真情，要用力吃，你到底在讲什么啦？我真的觉得谢长廷真的是够了。那可是呢，日本我觉得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因为他外交上他说要严正抗议，然后呢说要岸田文雄还说要去找这个中国韩国要谈一谈。我请问一下，你到底要谈什么？你能谈什么？因为除非你让步嘛，你不让步的话。基本上这个到底有什么好谈？因为你那个水就一直在放你一直在放，那污染可能性就越来越高那你叫中国大陆怎么退让呢？所以我觉得你光是如果单纯想要用外交斡旋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解决不来。那至于尹锡悦还在幻想2023来个中日韩高峰会，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我认为根本开不了。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淡江政治，对不起，我们的博士郭正良亮哥，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的国关所，我们的黄龙腾没有出来，不好意思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你看我没有抬头就 OK 了吧？结果我每次那么常念亮哥的头衔，那么多学校的名字，我还是没有念好，真不好意思好，我们来看看一个最新的民调数字。刚刚前一节我们讨论的是 TBS 最新的民调，而这份民调呢，则是由民主文教基金会所做的。这个是前考试院院长关中所创立的，委托的是艾普罗行销所做的调查报告。那其中呢，民主文教基金会这份民调里头，跟前一份 TBS 民调，我们可以大概来比较一下，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顺序还是一样的赖清德32.9%，柯文哲20.5%，侯友宜是17.5%而这个泛蓝政党的支持者里头呢，被柯萧若没有回流，这是他的22.6的分析指数。侯友宜排第3，还是因为在野乱局的关系吗？所以在蓝军的支持度只有61.9，并没有高比例的在蓝军支持者里面把他当成一个主要支持的对象吗？而
台铭是不是最近因为一直被各种的围剿嘛？那发言人是黄世修，最近有一些说法又引起了争议哦。因为当时他在讲没收财产说的时候，就说要辞鸿海董事长啊，结果黄世修帮忙出来讲话是说，哎呀，是因为怕选太好，股价会一飞冲天。那甚至联署书当然牵涉到个资很重要，没有错哦。但是呢，主要的这个发言人居然说是用运钞车要来运。当然，郭台铭一听，赶快被媒体访问的时候就否认说没有这件事情。黄世修在脸书上有一些道歉啦，也有一些澄清啦。他说这个语义不精确啦，他意思是说呢，用最高规格来做防护大家的个资，但不见得是运钞车啦啊。可是大家又说，可是就于银行的规格来讲，最高规格，好像就是运钞车啦哦，所以这很尴尬哦。所以郭董没有要求运钞车，用词上有误会，但。黄世修也说，副手人选已经找到了，其中新闻媒体各样的报道，什么人都有。最亮眼的是林志玲吧，说要找林志玲当最美副手，郭台铭还被批说是不是吃豆腐啊？那林志玲的回应是说，姐姐对政治不了解哦，只希望大家健康、世界和平。如果真的是她的话，那就会变成 Barbie Land 芭比岛的概念呢。那郭台铭直接回应，这是很严肃的话题，不要开玩笑。其实被点名的还蛮多的，包括盛智仁啊，已经到观光业的等等，这些人都被点名，到底是谁？当然等大家进一步来做公布哦。那么媒体在一些分析里头，的确对郭台铭现在是相对的这个有围剿攻击的这样的氛围其中在里头。像联合报的重磅开巡就直接分析认为，郭台铭喝不成整盒咖啡，改吃智霖豆腐吗？他批评郭台铭为了选总统无所不用其极，能蹭尽量蹭，让人搞不清楚他是候选人还是网红。再次证明说他自己是政治门外汉。就郭台铭的小编去留言他说我当然是政治门外汉，所以我没有政治包袱，不会贪污，全心全意为台湾这块土地卖命，还附上了一些我们现在国庆主视觉没有的国旗的概念所以他是正面对决像这样的批评那年轻选票呢？刚刚我们上一份民调数字里头还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在美丽岛电子报的追踪民调，因为它每天做3天公布一次嘛，这一波民调居然20到29岁的支持度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吗？那本来是柯文哲一向是在这一块20到29岁领先最多的，居然落后了赖清德43.3%。这个百分比落后了15.6个百分比，让外界蛮惊讶的。是不是真的在最近一些打柯的招式奏效，所以让年轻人选票产生了一些变化跟移动呢？那其中我们看到各种招式里面，最近有相关的人员染黑这样的概念马上就有各种梗图出现，称柯是文哲大 A， 凸显民众党地方党部染黑的消息那甚至如果深蓝分裂成好几块会怎么样呢？刘家昌放话是说到了1225一到就发起罢免侯友宜的联署。那选总统他说很神圣，如果侯友宜不辞新北市长的话，他现在就要发表联署的这样罢免行动那民党当然抗中保台是做得很精致或及时反应嘛。来看看最新蒋万安双城论坛的相关后续消息，就大概可以做出一点点分析黄奎博，这是国民党在智库过去的重用两岸的学者，他说国防部过去如果有军演或者是飞机在我们的两岸军演的这个讯息的时候，通常是隔天才会发布。那有忘记吗？我们当时曾经在美国众议院裴洛西访台的时候，甚至我们是不知不觉，他等日本公布才知道。但这一次蒋万安去上海双城论坛是不一样了几乎是当天即时发布说对岸正在做军演架飞机又飞过了台海，甚至还有推波快报的概念。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是蔡政府让蒋万安要穿小鞋，刻意对蒋万安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小心眼，是这样吗？那么当然国防部发出澄清，他说国军适时刊登中共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及远海长航等资讯发布，不是针对特定政治人物跟事件了，那大家自有公断咯。那么赖清德对于两岸的议题他怎么说？一直说要和平的他还说两岸不必如此走下去，台湾的繁荣是有助于中国稳定的。台湾这么多年来他认为都是对大陆表示善意的，他希望大陆能够理解两岸不必这样，台湾可以帮助中国大陆繁荣的台湾有助于大陆的进步跟稳定，希望两岸能够
对等的交流哦。但是现在连个旅游开放，各种的问题都看不到可以正式好好对话的所谓对等交流的空间啊。那么尤其是 ECFA 的争议到现在还是无解。显然接下来对于台湾可能陷入的经济困境，上海社科院的研究院中心主任他就说了哦，民进党如果希望维持框架的话，就要先对于大陆的贸易壁垒先调整，就是先看看我们对应相对中国大陆做了哪些壁垒，那么他们中国大陆才有办法加以正面的回应。那这样一来往之间，显然学者都很悲观，那么也官方到底能怎么做也不知道。亮哥怎么看最近几个民调数字，而且两岸的议题对于民调数字还有民众的影响到底又是什么？美丽岛这个民调，事实上也不止这一次了，好几次了啊。它独树一格了，就是柯跟侯加起来跟赖差不多啊。事实上，你去看别的民调，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啦，就民主文教前一阵子的镜传媒的民调，还有很多啦。我看了很多民调，柯跟侯加起来都比赖清德大5到10%，就只有美丽岛是一个小于。就等于了，几乎等于嘛。上一次小于，这次等于。对，那你如果是小于或等于，那当然赖清德就应该在每一个年龄层都要大胜才对啊，因为你实在赢太多了。可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20到29，他赢了柯 P， 赢了15% 还多然后30到39却输给柯 P， 怎么会这样呢？然后40到49，他又赢柯 P， 赢13%。我没有看过这种结构的民调啊。那柯 P 是为什么特别吸引30到39岁呢？那其他两个，我们讲照理讲40岁以上应该对社会更深入参与了嘛，更有社会经验了，那应该就会比较接近30到39啊。那为什么20到29赖清德大胜，然后40到49赖清德也大胜，然后30到39柯 P 大胜？也不要说大胜了，就柯 P 小赢啊。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我想不出这种逻辑除非柯 P 刚好是那个年龄层，不是啊，不然实在是想不出这个逻辑何在啦。因为我也没看过别的国家有这样的一种年龄层的差别啦。说你30到39可以是第1名然后你在20跟29输成那个样子，而且本来是赢的，突然就输对啊，然后而且输成这个样子，这个我难以理解啦。你如果说是比如说性别歧视啦，有些这个口不择言，你说你这个有打到他，那照理讲30跟39也会有感觉啊，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点怪啦，至少我难以理解啦。我觉得这个年龄层的分析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蛮奇怪的。我倒是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民调都凸显出侯友宜对于国民党的。就是说，如果是沙卡路的时候，侯友宜对国民党的支持大概都只有60到65之间然后柯文哲就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这个我认为恐怕侯友宜的竞选策略是有问题因为你去想就是沙卡路嘛，可是侯友宜给人家感觉他是用1对1在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对1你就会去想要争取中间票嘛。比如说，你如果跟赖清德是1对1那你就会不想把一些议题讲得太鲜明了，因为你讲得太鲜明，你就怕得罪中间的，你知道我的意思？明白。比如说他今天在讲那个军人的待遇那蔡英文的立场很清楚嘛，明年要增加4%，那侯友宜就说我们主张要对军人要加薪，你为什么不说10%？你知道我的意思？他为什么不愿意用那种方式来讲话？比如说，他也可以说，你们对军人的联改是完全错误。如果我当选，我要把军人联改改回来，因为军人跟公教人员不一样。你也可以采取这种立场可是为什么他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就觉得，他以为他是在选1对1啦。我这举一个例子告诉你你就知道有重大的差别比如说朱立伦那一次朱立伦是2016年那一次朱立伦最后只拿到几%？他只拿到31%，宋楚瑜拿到12%。那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朱立伦连国民党的基本盘他都拿不到？因为换柱得罪了洪秀柱的票嘛。那你要不要在诉求上把洪秀柱的票给拉回来？你有这样打吗？没有。可是你去看2020韩国瑜他就拿到了38%，
宋楚瑜只拿到4.5%，韩国瑜基本上拿到了大部分的国民党的票，因为韩国瑜就知道这是3个人在选嘛，不是1对1嘛。我觉得侯友宜如果再用这种1对1的打法那你的路线就会模模糊糊的啦，跟民进党的差距就拉不开啦。我讲的是旗帜鲜明的对比，你一定要去在泛蓝的议题上站到旗帜鲜明，你才可以把国民党的基本盘拉回来了。不然到现在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他的立场跟民进党并没有持续性的对打，没有这种感觉啦。像比如说巴士量表，大家都拍拍手，大家都支持。然后就政府也跟那个他有得分啦可是那种分数并不是泛蓝的基本盘的得分，并不是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都一直想象中你是在1对1，事实上你不是1对1啦。柯文哲也在讲一大堆批评民进党的事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要想清楚，3个人打跟1对1是不一样的打法了。显然现在在光是深蓝的部分都还没有把支持度真的拿回来。依照民调数字来看啦，彬哥，其实我是蛮赞同亮哥的观点。我一直觉得侯友宜很奇怪的就是，现在是一个3咖甚至4咖的状况。那所以对他来讲，别的议题中间选民抢不抢得到不知道，至少你自己的基本盘你要先顾好。可是从他参选到现在，他就一直不太愿意去顾基本盘。那个92公司逼了1个多月之后才讲出来。对。然后韩国瑜他也是很勉强才跟他见了面，所以我不懂，正常的候选人应该都是先顾完自己基本盘之后，再看看是不是能够开拓其他的中间选民，或者甚至其他浅绿的票。可是他不是，他就是一开始先把基本盘先放，然后全力去抢中间。我觉得这个逻辑是蛮奇怪的，特别是你最容易显示出弱势，就是在这种很多人参选的时候。你自己的基本盘到现在，这个就怨不得别人，因为这是关中做的民调，所以关中做的民调你也只有60%的支持率而且国民党居然还有20%几会跑去支持柯文哲，请注意这个还是只做沙咖还没有做郭台铭对，如果郭台铭也做进去，恐怕更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基本盘，我一直在说，如果侯友宜基本盘就是他的国民党支持者没有办法拿到80%以上的话，他这场选举怎么选一定输嘛。国民党现在的支持者本身就已经很少了，你连这么很少的支持者你都拿不到80%以上，请问一下，你到底要怎么选？我真的不知道。也没有很少，其实蛮少的。你看上一次的政党得票率就知道，国民党才20几%，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你20几%的80%你都拿不到，那你的支持度就是只有10几啊，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侯友宜自己要去思考他的策略。那至于说土条可能过去习惯当名嘴呛记者呛太多次，所以他这个角色转换，我觉得可能还要一段时间适应只是我觉得发言人的任务是什么，土条可能自己要去想清楚，也就是你要负责去帮郭董化妆，去帮他讲好话，而不是有梗，对，而不是为了有梗然后讲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对，可以上新闻。但是问题是，这些新闻对郭董未必有利我讲实在话，那我也必须要帮郭董澄清郭董从来没有讲什么他的副手是林志玲，对，因为人家讲的是就是要那个女性，然后热心公益，然后知名度高，是这种人台湾一缸子我今天在别的节目我就随便讲，白冰冰姐完全符合这个条件，对不对？还有人说沈春华呀，沈春华也行对不对？陈文茜也可以对不对？都行这太多了嘛。所以我觉得人家没有讲，也不要硬塞到他嘴巴里头只是我觉得郭董那个小编是不是就是土条本人？因为会回得这么呛，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回得这么呛，这没什么意义。如果真的要呛，就郭董自己呛。但是我说真的，这个时候郭董是要广结善缘的时候，去呛这种东西没什么太大意义。讲实在话，而且说真的，他逻辑我也觉得挺怪，没有政治包袱不会贪污，谁告诉你没有政治包袱不会贪污？如果是钱很多不会贪污比较对，我觉得他如果讲我是台湾首富，我不会贪污，相信的人会比较多啦，是不是？是。其实因为说真的啦，什么样的人会贪污，跟他的政治包袱、跟他的政治历练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逻辑是蛮奇怪。那但是呢，我刚刚也觉得很怪，就是20到29，你说侯友宜9.9%，我可能会相信。你说柯文哲27.7%，然后赖清德43.3%，突然飙高了你想想看一件事情，赖清德的 YouTube 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累积到10万人，中间还找了网军去操作。年轻人支持度这么高的人，他的 YouTube 这么少人看，会不会太奇怪？
其实赖清德的年轻人支持度恐怕绝对不如这个民调所显示的这么高，我是不太相信啊。所以这个民调到底怎么做的，我不知道。那至于说刘家昌、刘导，我真的是觉得你真的不用担心这件事，你不去罢免他，也会有别人罢免他，你放心好了。也就是侯友宜这一次，不管他现在要不要退选，老实讲，明年一定会有人罢免他，我跟你保证100%。因为早就很多人摩拳擦掌，准备要去对付他了嘛，所以你讲这个根本是多此一举，你知道？给供没有什么，也不会威胁到侯友宜啦。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走那种极端的想法的话，其实到最后，在我看来，不是在整合在野党，那是在裂解在野党。就好像我一直觉得郭董出来不是为了整合，是为了整人啊。教授怎么看？我觉得郭董这个谈副手啊，谈到女性，那就表示说，即使你今天变成了这个在野大联盟最高的票，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大概都不是你的副总统人选，那你到底这个整合的这个是怎么整合法？难道说今天你还有另外的人在国民党的阵营当中，就是女性，或者说在民众党阵营当中？因为你今天已经好像说是女性了，我觉得就已经排除了你们这个3巨头当中的联署登记一定要有个名字了。对啊，但是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又在谈整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那是不是又要说，我们先登记一个假的，到时候整合成功再换吗？不可能再换了嘛。那所以这个操作整个的过程当中是蛮粗糙的。我觉得你应该现在还不要讲，到要登记的时候，你最后如果真的没办法整合成功，我觉得再谈这个议题比较好。那我自己是想说，谈一下赖清德讲说台湾两岸不必如此，台湾繁荣有助于中国稳定，然后甚至讲到我们可能还希望继续这个维持这个 ACFA。我一直觉得我们既然不想跟对岸来往，为什么还要？不是糖衣毒药吗？不是，如果大家都认为说今天 ACFA 会让台湾的经济受到伤害，可是我觉得我活得有尊严，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就要这样子讲，应该要这样讲，你不可能两边都有就是我们常常讲，又要尊严，又要这个好像跟对岸还继续维持着关系。既然连对岸现在都没什么善意，你们刚刚开头也反对，为什么不把这个就干脆就停掉就算了，认了嘛？而且今天台湾又常常讲，我们主张是自由贸易的，结果今天在这个地方又好像跟对岸又没有玩自由贸易的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检讨的。那如果今天对岸我们的态度我觉得或许今天民进党政府，或许赖清德说台湾好像一直都是对岸是很友善的，那你应该控制一下你的小编吧，说不定你今天政党现在 officially 在这个政策上面没有特别讲，可是你的小编、你的立委、你的名嘴到处讲的都是仇中的话，你怎么会说我们现在台湾是对大陆是友善的？我觉得看不出来什么友善。对，我觉得我一直强调嘛，我们不需要去仇，我们可以疑中怀疑嘛，就像欧洲有疑欧论嘛，那我们也是怀疑，我们对他们有些东西不信任，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但是你一讲到仇中，你看我们现在网络上的这些话，那你今天这个赖清德还敢讲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知羞耻了。所以跟事实大家都觉得差距有点大。